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命魂曹操版本中其中一支可以使用的强势队伍。这一次我并没有做太多详细的测试，因为几天后饕餮就会上线，到时形势可能又会有新的变化，所以详细的还是等饕餮上线后我们再来测试吧。总之，命魂曹操在大方向上，就是在原来的队伍上直接取代了命魂马超的位置。命魂曹操上线后，很意外的，最大的受益者居然又是火烧队。台服的火烧队可说是比陆服莫名的多了几个小版本。本来以为防斩杀的精卫延迟上线后，命魂马超还可以再多活几个版本，但没想到命魂曹操还是直接取代了命魂马超的位置，哪怕目前斩杀还是可以用，但也失去了它的优势。命魂曹操比命魂马超强的地方，第一是控制。命魂曹操施加的7种罪兆中，怒气攻击后眩晕一回合的效果是最致命的，因为它能有效地将敌方的一攻武将给限制住。在 SP 诸葛亮的机制下，诸葛亮释放怒攻后，我方最高攻的武将也会释放一次怒攻。而命魂曹操的怒气攻击后眩晕一回合，就非常的克制这一机制。若一攻被眩晕了，攻势肯定就会落后于敌方。罪兆中的其他简易，比如攻击失手也很强势，从你可以经常在画面上看到一堆失手的画面，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。命魂曹操的第二项能力是给予真伤的能力，只要敌方身上有4种或以上的罪兆状态，我方对其造成超过 5%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时，就可以按对方身上拥有负面状态的数量来造成真伤效果。这样的大程度是将输出的能力分散给了其他队友。反正现在在命魂法阵的锁血机制下，单次最大伤害最多也只是 6%。命魂曹操这种二段式伤害，反而能更有效率地将血量给压下来。以上都是命魂曹操比命魂马超好用的原因。从目前的表现来看，蜀国版本也算是正式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魏国和吴国的版本了。前几天有玩家询问命魂马超是否还值得抽取，现在看来命魂马超已经不是一线队员了。接着是火烧队突然在这个版本又变得强势的原因，其实并不是火烧变强了，而是直伤的队伍变弱了。命魂曹操又眩晕又攻击失手的平白让直伤队损失了很多输出，这才此消彼长的让火烧队间接变强了。火烧队只要有火就能烧，不会有灼烧失手的问题，即使被眩晕罚站了，这火还是可以继续输出的。火烧队释放灼烧的能力并没有获得加强，在如今这个版本，仍是只能靠 SP 孙策来释放。这支队伍只有 SP 孙策一个火烧成员，所以灼烧的来源也只有 SP 孙策的龙魂技。SP 孙策是透过降低血量来减少龙魂技消耗的，所以你的 SP 孙策不能太硬，也不能给他一血。SP 孙策在站位上通常是站中间，因为它可以使相邻的吴国武将受到的最终伤害降低，也可以为相邻武将承受伤害。但这个位置并不是固定的，最好的位置其实是对准对面的命魂马超，让命魂马超来为自己压血，以提高释放龙魂技的频率。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也是队里没有命魂马超的好处。队伍的主输出是 SP 孙策，所以必须将一攻设定为 SP 孙策。SP 孙策还有一项优势，就是在眩晕的状态下也可以释放怒攻，莫名的又吃了一波版本红利。SP 孙策这个武将其实是有受官方特别照顾的，即使是在锁血的状态下，他也能进入浴火。但 SP 张辽就没有这个福利了，他的隐匿已经被锁血给废掉了。命魂小乔也是这支队伍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。第一个主要的用途就是提供演武了。演武会使下次对女性武将释放的怒攻和龙魂技失效，使下次对吴国武将释放怒攻或龙魂技后，降低增减伤与最终增减伤，这些都能再次降低敌方的输出能力。再配合 SP 诸葛亮限制怒攻的手段，命魂曹操眩晕、攻击失手，最终增减伤降低，和命魂法阵的锁血，去大量的限制对手的输出能力。
现在这4个人就是游戏里最强的简攻联盟，缺一不可。命魂小乔在火烧队里还有另一个任务，那就是使女性或无国武将异常状态伤害暴击率提升，还有就是使敌方灼烧被提前引爆时仅消耗1半的层数。这些都是火烧队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技能，这也是为何命魂小乔能在火烧队里待这么久的原因。现在灼烧的数量本来就不多了，所以使消耗层数减少的能力是真的很重要。命魂小乔自身能吃到无国和女性武将的双重效果，所以是一定要放在前面挨打来触发这些能力的，不然就浪费了一堆加成的能力。接着是老熟人 SP 关羽。SP 关羽的能力就只剩下锁血和同时激活灵宠的主战和助战技能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还是阵容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人，如果把他拿掉，胜率也会直线下降。另外，由于这次的队伍是单属属国队，所以 SP 关羽其实还有一个释放龙魂技后支援铜牌5将放怒弓的能力，所以要用 SP 关羽来支援谁放怒弓，也成了站位要考量的问题。我自己是更倾向用 SP 关羽来支援命魂曹操释放怒弓，但板上也有看到一组是用 SP 关羽来支援 SP 诸葛亮这个站位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测试，看看哪一个站位的胜率更高。支援 SP 诸葛亮放怒弓的好处，前面也说了，只要 SP 诸葛亮释放怒弓，我方最高弓也会跟着释放一次怒弓。不过透过这种方式来使一弓释放怒弓，也是有次数限制的，每回合只能触发3次。剩下的命魂法正应该战哪里都不影响，它也只是负责提供机制的而已。命魂释放优先曹操，第2法正，最后才是小乔。灵宠方面，我自己是使用主战风伯、助战香柳和水猴子这套老配置，但也有看到使用白泽或应龙来作为主战，然后使用风伯和香柳来助战的配置。大家就自行测试看看哪个组合的胜率更高吧。善灵的部分我是使用花灵，但也有看到玩家使用猫灵的，这个也需要大家自行去测试。用猫灵的用来打蜀国这种直伤的队伍或许会更有优势，但若面对火烧队就不一定了。个人认为花灵增加的最终攻击属性对火烧的帮助还是很大的，所以我会更倾向继续使用花灵。战魂战灵，我目前的配置是这样，仅供参考。最后来说说这支队伍的实战表现吧。因为抽命魂曹操的人很少，所以这支队伍的越战能力还是蛮强的。我的战力是780亿，但最高已经可以越到1100亿的了。当然，这些全都是没有命魂曹操的，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稳赢，有些还是得靠运气才能赢的。还在犹豫要不要抽命魂曹操的玩家，可以等饕餮上线后实测了再来做决定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